陛下，郭嘉入府之后，先去拜见卞夫人了。侄儿就是喜欢说大话。四公子的个性跟曹公最像，有四公子在曹公身边，每日可以陪着曹公吟诗作赋，也颇解了曹公不少烦恼啊。侄儿还小，还需要你这位先生多指点。好漂亮的姑娘，这位是？小女子任鸿昌，拜见夫人。任姑娘是臣半途中捡到的，她无家可归，臣就擅自做主将她带回了许都。能捡到如此绝色美人，郭祭酒好眼力啊！郭祭酒往日看中了很多美人吗？是我失言，是我失言。有了姑娘，往日那些便不能成为美人了。属下拜见夫人，拜见郭祭酒。满府君，请起吧。昨天是我关心则乱，见丕儿重伤，难免冲动，迁怒了满府君。郭祭酒已经跟我解释清楚了，许都府的政务原不该由我来添乱的，望满府君见谅。不，属下确有失职之处，夫人如此宽宏大量，令属下惭愧。请起吧，满府君。曹公在官渡军务繁忙，许都的事我们各自担待，莫要再给他增添烦恼。好在郭祭酒已经回来了，这上上下下的人也都该安分些了吧？请夫人放心，属下绝不让司空府再陷入危险之中。果然下了车，连喝酒的功夫都没有了。哼，我先去见二公子，再去见陛下。他俩都对你窝着火，我看呀，你还是先回许都尉吧，晚一点再找我详谈。谢谢先生。许都满府君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啊！你这是怎么了？后嗣出于侠，归于毁于毒中。身为许都的守卫者，担此其咎，属下一定不会再犯错误，让七九为难了。哎呀，我不为难。哼，我可喜欢这样的许都了。公子，别动，让臣看看。公子只是失血过多，多养几日便无妨了。祭酒可知是谁救了我？我听满宠说了，是陛下。祭酒不觉得奇怪吗？陛下素来病弱，从未听说他精通医术，习过武。哼，一个天子，隐瞒一点本领，公子会觉得奇怪吗？小侄虽然不了解陛下，但这些日子的感觉，陛下隐藏的不只有本领，还有真正的实力。
现在董承失败了，那陛下真正的实力在哪里呢？郭祭酒，你知道父亲身边，还有这许都城内，有许多人都暗中投靠袁绍了吧？袁绍的兵力是曹公的3倍，大战之际，有人手鼠两端，不足为奇。祸端往往就在小强之内。若是天子也暗中投靠了袁绍，若是董承之乱是天子为了掩人耳目的苦肉计呢？公子的眼光十分敏锐，臣心中有数。臣等一会儿去拜见陛下，应该可以摸到几分陛下的心思。郭祭酒，能否为小侄给我父亲写一封信，转达一下小侄的担忧之情？等小侄伤好了，想去父亲军前效力。公子对君父的爱还有关心，臣一定会转达的。但是曹公希望公子留在许都，是希望公子可以多陪陪母亲，好生读书，修身齐家，而后治国平天下。战场鬼域之事，公子还是不要太早涉入了吧。子建在父亲身边还好吧？很好。曹公常说，带着4公子，就像当年带着2公子一样。真的？哎，公子，你还是多歇一会儿吧，好好调养身体啊。我先去拜见陛下。祭酒，小侄等着祭酒拨开许都的层层迷雾。陛下，娘娘让奴婢来给您送热汤。不到许都，不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何等的威风。一个司空府的祭酒，就可以让天子空等半日。天子对我必然是如临大敌，我是想让陛下先稳定一下情绪。对你如临大敌的还不止陛下吧？你看。杨公子，恭贺杨公子终于肯屈尊入仕了。奉孝兄，哦不，郭祭酒，是我该恭贺祭酒铲除吕布，从此威震天下。杨公子太客气了，我奉诏必见，杨公子引路。这位是郭夫人。任姑娘，同房人。陛下召见的是郭祭酒，恐怕这位姑娘有些不便。乡野女子，只是一心好奇，想见见龙颜。那她不进去，在廊下避避风就行。郭祭酒果然不拘俗流，请。杨公子那么有才华，做一宿卫统领，也太过屈才了吧？还有比保护陛下更重要的职责吗？况且许都大乱频发，我心中十分忐忑啊。
杨公子不必过谦，有徐福在，连王岳都无可奈何。杨公子又何必担心呢？郭祭酒果然消息灵通啊！方回许都，就连我家的家臣都查清了。这卞夫人听说是他救了二公子，一心想要封赏他。怎么样，给他个官做做吧。此人性情古怪，从不听我号令，他不太适合做官。卞夫人如果让他进了许都尉，恐怕他和满宠难免会有冲突啊。看来你也是不喜欢满宠，这点倒是和卞夫人一样啊。我和满宠各司其职，谈何不喜欢？徐福进了许都尉，和满宠也是各司其职。我想他不会违抗令尊的命令吧？你们这些人啊，就是不肯好好说话，听得我都急死了。杨公子，我替他说了吧，他的意思啊，是你既然欺负了他的下属，那么就让你的下属来干几天活，这样才公平啊。否则的话，他的下属会找你麻烦的，对不对啊？居然有人能识破郭奉孝，真不容易啊！所以我拿他没办法。臣郭嘉叩见陛下。郭祭酒请起。臣在官渡听闻陛下小科已愈，龙体富有天然之胜，臣郭嘉不胜欣喜。朕常得太医调治，入住司空府后，卞夫人供奉更是十分优渥，又跟着这位黄门练习养生之术，病情居然渐渐痊愈了。宫中卧虎藏龙，臣为陛下欣喜。不过天子居所还是需要有精良的护卫。董承谋逆，祭祀遇刺，孙仪殉职，杨公子毕竟是书生，这防守之责恐非其所长。是否另选武艺高强的将领，肩负保护陛下之职呢？杨公子恪尽职守，宿卫统领频繁更替的话，恐怕会更加混乱吧。糟了！但郭祭酒所言在理，那就务必寻找一位文武双全之人，来出任宿卫吧。臣领旨。对了，说起这官职呢，朕倒想起来，祭酒这官名源自稷下学宫。到了本朝，五经博士之首，乃名之曰博士祭酒，乃是典训育、掌教化的要职。他要做什么？曹司空新设的这个军师祭酒，想必亦是有教育之意。朕说的可对啊？陛下所言极是。本朝规矩，天子呢不可一日无学，但是朕的学业因病中断了许久，想再开御前讲经，不如郭祭酒和荀令君来做朕的老师，如何呀？
陛下抬爱，臣信何如之？看到了吗？好像还挺俊俏的嘛。你对男人的评价就这么简单吗？还有没你坏的，和比你坏的，可惜呀，他们都没你坏。杨公子，告辞了。走，你讲的可真好。陛下为什么要对他说那些？郭嘉一句话就知道了杨公子是真的人，他还知道了是我迷惑卞夫人向满宠施压，满宠不但复职了，还要走了我家的徐福。这就是郭嘉，你见识了吧？布置那么久，居然被他一天之内打乱了所有的计划，我们这么久的努力都白费了。现在能给郭嘉施压的只有陛下。你不但不反驳他，还将他留在身边每日相对，陛下这是资敌呀！郭嘉已经怀疑我们联手出卖了董璋，他肯定会更加猜测我在隐瞒什么。我主动招他为师，才能打消他对我身份的怀疑。郭嘉是曹操的军师，现在大战在即，他不可能在许都停留很久。我们还是趁他动手之前，先守住我宿卫统领一职吧，要不然，陛下真就成为郭嘉的傀儡了。什么事？启禀娘娘，红奴王妃求见。宣她进来。不，请堂姐姐去我房里。是。我有话对她说。唐姐姐，去帮我办一件事，让司马懿走，马上走。我听闻郭嘉回来了，他盯上司马懿了。他动作太快了，片刻之间就拆毁了杨修的所有布置，应该很快就会怀疑到司马家和司马懿的头上。那司马懿不能留在许都了。是，但陛下对司马懿感情深厚，难以决断，只能我们帮他做决断。让杨修去办。杨修，杨修是个玩弄权术之人，他要所有的人都听他的摆布。司马懿又那么桀骜不驯，让这两个人碰面，只会适得其反。而他信任你，为什么？因为陛下告诉我，他把王悦引到你那儿去，是为了保护你。姐姐知道了。是，我知道。不过，这只是保全汉室的策略而已。我和他之间并无信任。但我只有姐姐能够信任。啊，这药也太苦了吧！坚持一下。要说你运气真好啊，先救了圣驾，又救了王妃。
这陛下还不赏你个1000担啊？哎，我都乐意替你受伤了。哼，那就等我伤好了以后，全都让给你啊！二公子，二公子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们家的二掌柜，张掌柜，怎么了？哦，那你好好养伤，我先走了。嗯。张掌柜，二公子，咱们家的人看到郭嘉进城了。郭嘉？嗯，他去了哪儿？他直接去了司空府。二公子，你慢点呀！张掌柜，哎，咱们只有半年的时间，赶快走。他又不认识公子，这么怕他干什么呀？我怕他？我根本就不怕他。可他是我们最棘手的敌人，我还是不留在这儿，给别人惹麻烦了。哎，公子还是想着那位姑娘，走了也好。许都都乱成这样了，老爷也不放心你。可是你这伤……你笨啊！有了伤，我们才好走啊。快，拿衣服。哎，走了。我就说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刚和郭嘉见了一面就一败涂地。我们的布置签攻进气了，还让我去官渡，让郭嘉留下来做他的老师，这是疯了吗？也许陛下另有深意呢。他一个傀儡能有什么深意啊？德祖啊，你一直在犯一个错误。他是皇帝，皇室必须在他的带领下才能够强盛。他不是傀儡。这个时候，为了保护他，我们也需要一些牺牲。你就先听郭嘉安排吧。我才不会放弃许久的经营，去官渡受制于郭嘉呢。父亲，该您出面了。我必须留在皇帝身边，才能赢得了郭嘉。官渡，那是决定中原命运的一战。战局不仅关系到我们，更关系到陛下。德祖，你去一趟也好，但是要记住，你的责任不在于战胜郭嘉。你没看出来吗？他是在故意激怒你。庄家换了，还能赢吗？唐姐姐走了。走了。你让她做什么？我们姐妹之间有一些不足为陛下道的话。我来是想对你说，别生我的气了。现在不是我生气，是杨修快气死了。我也有一些不足为杨修道的话，想跟你说。什么话？我请郭嘉做老师，是想招揽他。招揽？对啊。我今天见到郭嘉的时候，有一种很奇妙的感受。我知道他智计卓绝，比满宠还要危险一些，但在他身上丝毫感觉不到满宠那种压迫威逼感。我有一种想亲近他的感觉，想招揽他。我想了解真实的他，看他是不是真的想把曹操扶上皇位。你说这样一个人，如果能够为汉室所用的话，那振兴汉室的希望岂不是大了很多？但她是曹操的第一心腹。你说你要招揽荀彧，我都可以理解，为什么要选中最狡诈危险的郭嘉啊？可是我们都知道，郭嘉是最聪明的人，他的选择一定是为了自己的志向，所以我想了解他的志向，看看他的志向是不是和我的志向殊途同归。
我是不是又错了？我终于知道，你为什么那么信赖司马懿了。你自己仁慈柔弱，却又容易被最危险的人吸引。啊，你是什么人？这大白天的，也太伤风化了吧！司马懿呢？他不是受伤了吗？哎，别提了，司马家来了个像强盗一样的管家，二话不说就把司马懿给抬走了。哎，这些行李啊，都没来得及收拾。都说这慈母多败儿，慈父啊也败儿。哎，多好的前程啊，不要了。哎。学生拜见荀令君。哎，贤侄有伤在身，应安心静养，有何事亲自前来啊？好，小人是司马府的管家，毕府老爷听闻许都大乱，怕我家公子出事，命小人来接公子回家。没想到我家公子果然受伤了。司马贤侄在许都深受陛下赞赏，就此回乡，十分可惜啊。令君，父命难违，恕小侄忠孝不能两全了。想必我家老爷的脾气，大人您也是有所耳闻。他对公子们的入仕做官非常的排斥，此番更是下了严令，命公子即刻返乡。老爷说了，他已经没了一个养子，绝不能再失去一个亲子了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忠孝不能两全，我就不强留贤侄了。是小侄辜负了陛下的赏识，辜负了令君的栽培。这是小侄的辞呈，还请令君代为转达。他日若得家父允许，小侄一定再次来到许都，拜会令君。若他日天下太平，定有相见之日。一路小心。谢令君。二公子，您还要去见什么人吗？赶快出城，快走。是，快。停！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哦，这是温县县令开具的路引，接我们公子回家。过去吧。好，哎，就，哎，公子，没事了，你放心吧，这马上就出城了。好。是司马公子吗？这位先生是司空府军师祭酒郭嘉。久仰郭祭酒大名，没想到今日在此相遇。祭酒这是刚回到许都吗？正是。公子不是受封秘书郎了吗？这是。家言有令，命我回乡养伤，恕不能去拜见祭酒了。这倒无妨。我听说了令弟惨遭不幸的事，回来的途中顺手抓了几个许都周边的山贼，只是他们杀人越货太多，不知道哪一票是令弟。这样吧，你把令弟的画像画出来，我让他们辨认一下。这途中没有笔墨，恕不能从命。待我回到家中，再为祭酒作画。幸好我有出门随身带着纸笔的习惯，我也不敢耽误公子的行程，就在此画吧。纸笔。
朝夕相对的兄弟，竟不能绘影描形了吗？只是一时想到兄弟惨死，一时伤感。生死义大，孰能免此？请祭酒稍等。下官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，一定会及时告知司马公。那就有劳祭酒了。学生告辞。张掌柜，叫人去拿水。是。快去拿点水。是。别喝，纸给我，快！祭酒，刚才为什么要在那里等司马懿，又要杨平的画像呢？还记得这一切的开始吗？皇宫大火，为何进宫中要放着一具身着黄门服饰的男尸？杨俊的儿子，为何又在同一天忽然被盗匪劫杀？属下愚鲁。天下万事，无不以因由为廉。推甲则得乙，察乙而知丁，环环相扣，居斗室而知天下。正所谓洞察之道。请祭酒明示。宫中放置那具男尸，自然是为了伪装成唐妃身旁的黄门。唐妃为何要伪装出一个黄门？自然是要带一个外人进宫。为何他要带一个外人进宫，而又把他烧得面目全非？自然是为了掩饰他的身份。这个人，我们一定都熟悉。只有彻底烧成灰，才能让他的身份不泄露出来。哼，孺子可教啊！再回过头来看杨俊，他的儿子杨平的死状，也是面目全非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不希望自己的儿子的脸被认出来。在许都同时出现了2具不希望被我们认出脸的尸体，传达出的讯息只有2种可能：要么是有人要隐瞒死者的死讯，要么是有人想代替死者的身份。可是，他们都去哪儿了？我们身边好像没有多出什么人，也没有少什么人呢。制造这个骗局的人煞费苦心，只可惜恰好不打自招。他不愿我们认出杨平，那么只要我们能知道杨平的样子，一切就能真相大白。祭酒料事如神，怪不得司马懿一口咬定杨平已经死了，一定在糊弄我们。温县一定有人见过杨平，属下这就派人到温县去取杨平的画像。温县那里啊，邓展已经去了，你替我去找另外一个人。是。祭酒买回来了。
嗯。哎呦，给点水，公子，少点钱吧，公子，少点筷子。哎呀，公子，哎，赏点钱，赏点。哎呦，谢。躲开，闪开。这白天不会有鬼吧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就司马懿让我把这个给。走吧，以后别再来这里。我这都走了好几里地了，胆子都被你吓破了，小姐呀、你不给点赏钱呐？啊？哎呦！请通报杨老爷，就说许都令满宠求见。是。进来。杨老爷，许都令求见。请他进来。是。我。杨先生别来无恙。满府君来了，请坐。多谢。今日为令郎之事而来，说完就走，不做了。可是犬子一事有进展了。郭祭酒回来了，要亲自主持抓捕山贼，请杨先生画出令郎的画像，好方便祭酒抓捕真凶。这个，我已失去右臂，恐怕这样，您来描绘，我来画。我试试吧。平儿啊！杨先生莫急，您慢慢想。
杨先生，煮酒的火还尚温，多情空余恨。夜花的灯还撩人，长梦与幽魂。欲盖弥彰，它像月光，荒凉某个眼眶。现实彷徨，阵阵风凉，沉沦了多少个心双。上天。